大家发现没？欧盟现在是越来越废了。这几年下来，不仅北溪管道被炸了不敢吱声，买着比美国本土贵4倍的天然气，还得笑着喊能源有价，情谊无价。家里的产业更是像长了腿一样，自己往美电那儿跑，买7500亿美元的能源还不够，还得追加6000亿美元投资。那个曾指点江山的欧公子，现在明摆着活成了一个被自己爹给卖了，还笑着帮数钱的冤大头。相信很多人都想问，一向高高在上的欧盟怎么就混到了这份上？其实还真不能全怪冯太后太无能，凡事要是只看表面，那就永远都看不懂这个世界的残酷。欧盟今天的拉胯和1-2届政客没关系，而是几十年前就写好的剧本。有一种声音认为，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大发慈悲，是现代欧洲经济梦开始的地方。怎么说呢？持此种观点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为了消化自己过剩产能而打的窝子，就是为了把欧洲彻底锁死在美元体系里的一条狗链子，而欧盟则是那个牵狗绳的人。美国和欧盟这几十年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盟友情谊，美国需要的只是一个稳定的倾销市场和战略附庸。以前大家都有肉吃，矛盾还不明显，现在美国自己都饿得眼冒金星了，这笔恩情债自然就到了连本带利清算的时候。所以别再问欧盟为什么硬不起来，因为他打从娘胎里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抽掉了脊梁骨。各位观众老爷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因为实话都难听。曾经的欧盟软归软，但那是好歹时势造英雄，美国第一他第二。可反观现在的欧盟，政治、能源、产业、金融、科技、安全，从头到脚全是脖子，卡点多到可怕。这样的欧盟在必会来到的多极化时代，怎么可能还有机会？被美国端上桌的欧盟衰弱已成定局。为什么我敢这样铁口直断呢？很简单，因为欧盟只是美国为了卖洗衣机而建的群。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欧洲遍体鳞伤，都不想再打仗了，希望能通过结盟实现和平，尤其是要约束英国、法国、德国这样为大不尊的国家，千万别再一言不合就互扔炸弹。想法挺好，毕竟欧洲统一功在千秋嘛。但可惜的是，被老奸巨猾的美国给利用了。如果说二战对欧洲和亚洲来说是噩梦，那对美国来说就是大发战争财的天堂。那时的美国工厂火力全开，造坦克、造大炮，产能爆表。后来仗打完了，这些工厂就显得有些多余，又不能一键删除，只好换赛道，转型成民用生产，造洗衣机和汽车这些消费品。但问题是，美国工厂在战时练出来的生产能力实在太超标，远超美国本土的需求。东西造出来，美国人自己买不完，那就只能往外卖。可卖给谁好呢？当然是急需一切从头再来的欧洲了。可看着一片废墟的欧洲，美国的头又大了，这帮人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买汽车和洗衣机？有句话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美国决定先自己砸钱，把欧洲给扶持成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于是美国向欧洲提供了美元援助，而欧洲国家拿到美元后转身又用来购买美国商品，这些美元最终又流回了美国，形成了经济上的正循环。结果就是美国不仅清空了积压的商品，保住了本土工厂的产能，还顺势增强了对欧洲的影响力，可谓一石三鸟。这就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逻辑。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基础打好了，下一步就是要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于是欧盟应运而生。所谓欧盟其实就是个大号的卡特尔，欧盟最早也不叫欧盟，而是叫欧洲煤钢共同体，这名字听着就挺硬核的，性质跟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差不多，说白了就是个搞垄断分蛋糕的组织。后来这个圈子越搞越大，业务也不只有煤和钢，还搞起了统一市场和关税联盟，最终发展成今天这样涵盖贸易、金融、农业、环保、司法、外交等多个领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但别管今天的欧盟有多复杂，最初都只是为了管理欧洲煤钢共同体这个卡特尔而设立的。工作内容就是分摊配额、制定标准、搞平衡，简直官僚的不能再官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欧盟会表现出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特征，因为它打根上就是一个管理机构，而不是服务机构。这也解释了另一个更扎心的问题，为什么欧盟的决策往往更符合美国而非欧洲的理，因为这是写在基因里的。这个组织从一出生就是为了配合美国经济秩序而存在的，你想让它反抗造物主太难了。当然，欧洲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欧元刚问世的时候，不少人都觉得欧盟很有希望支棱起来，摆脱对华盛顿的依赖，发展成为一个更独立的联盟。但是现实很快就给了欧洲一记响亮的耳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欧债危机，梦彻底碎了。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源头在华尔街，但冲击波却最先击中了大西洋彼岸的欧洲。许多欧洲银行持有大量美国垃圾次贷资产，一夜间资产缩水，信用危机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欧元区国家之间经济体制的巨大差异也彻底暴露出来。德国、法国还能勉强稳住阵脚，南欧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却深陷债务泥潭，国家信用岌岌可危。
欧元本来是被寄予厚望的统一货币，但到了关键时刻才发现，欧元区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也没有类似美国财政部那样可以快速出手的最后贷款人。国与国之间都在互相指责、互相埋怨。德国不愿为南欧的懒汉买单，南欧国家又觉得自己被北方牺牲了未来。欧盟号称的团结和效率在这一刻脆弱不堪。更关键的是，真正掌控全球金融生杀大权的依然是美联储和美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欧洲央行不得不依靠美联储的货币互换协议来获得美元流动性，才能勉强稳住金融系统。欧元区在危机面前的无力，也让全世界都看清了一个真相：欧盟虽然经济体量庞大，但实际金融主导权、风险缓冲能力和全球定价权仍然牢牢掌握在美国手里。这场危机过后，欧洲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高企。为了救市，欧盟紧缩了好几年，后来发现紧过了头，又赶紧量化宽松，大规模印钱，举债释放流动性。紧缩政策苦了穷人，大规模印钱的好处又是富人和银行拿大头，这直接导致了严重的政治不满。人们开始厌倦这个只为少数人服务的欧盟。更要命的是，正是因为这些错误的政策，导致欧洲在后来的近20年时间里，投资增长一蹶不振，难以吸引外资。这对于一个工业化经济体来说，简直就是慢性自杀。大家试想，当中美在互联网、新能源和人工智能赛道厮杀的时候，欧洲在干什么？在吵架，始终如一的吵。南北分裂，民粹主义崛起，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接踵，家底就是这么败光的。而美国虽然是危机的起点，却最先恢复元气。美联储大规模量化宽松，资本市场迅速反弹，科技新贵崛起，全球的资金、人才和创新又一次被吸引到美国，美元霸权反而更加巩固。可悲的欧盟啊，在最如日中天、信心最足的时候都没能摆脱美国，更何况软趴趴的今天。除了咱们刚才说的先天基因不足，欧盟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那就是它只是一个散装到不能再散装的组织，它不是联邦制国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连政治实体都算不上。27个成员国之间，经济基础、利益诉求、历史包袱、文化认同都千差万别，看似团结一致，其实个个心怀鬼胎。德国想守住工业霸主地位，法国要捍卫农业补贴，南欧国家盼着北方输血，东欧则希望快速对齐颗粒度。明知道有各自为政的隐患，欧盟还偏偏穷讲究个一致同意，也就是说，只要桌上有一个人摇头，这事儿就办不成。结果就是欧盟这边想搞个统一对外的大战略，或者想出个跟美国对等的产业政策，经常是因为内部吵成一锅粥，迟迟落不了地。这可把美国人给乐坏了，送上门的分而治之的好机会，谁不用谁是傻子。我也不跟你欧盟费劲了，我直接找德国谈，找法国谈，找意大利谈，各个击破。这就导致悲催的欧盟看上去是个整体，其实完全没有战略定力，散沙一盘。更要命的是，欧盟当惯了小宠物，手里压根就没有像样的地缘政治大棒，不像美国动起手来那是真狠，美元霸权，踢出 SWIFT， 出口管制，招招见血。反观欧盟也就打打嘴炮，喊得凶，实际根本没有反抗的决心和胆量。这一切的后果就是欧盟在政治、能源、产业、金融、科技、安全等6大维度上全面被端上桌，变成美国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的盘中餐。政治上更是欧奸频出。就拿冯德莱恩说吧，老公是美国的，儿子在美国读书，一家子美国籍，这样的政客捍卫的到底是谁的利益？能源上，欧盟自己把便宜的俄罗斯天然气给断了，转头用高于美国本土4倍的高价进口天然气，结果就是欧洲工厂用不起电，制造业被迫去工业化，这不是自取灭亡是什么？产业上，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像吸星大法一样吸走了欧盟的绿色产业投资。欧盟虽然也想跟上这场补贴竞赛，但只有法国和德国有一战之力，这种内部竞争反而会削弱欧盟作为单一市场的整体竞争力。金融上，美国拥有统一且深度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生态成熟，而欧盟这些年虽然一直喊着要搞资本市场联盟，但到现在还是27个国家各搞各的，市场呈碎片化。这样的体制缺陷让欧洲储蓄很难真正流向本地的创新项目和新兴企业。科技上，众所周知，欧盟对美国云计算和 AI 企业全面依赖，连自己的技术资产都难以自主掌控，蠢蠢的数字殖民地。安全上，欧盟花大价钱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结果呢，反倒成了美国勒索的把柄。想要我的保护，行，那贸易和关税上你得让步，否则我可撒手不管了。故事讲到现在，结局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再加上俄乌战争这么一闹，欧盟算是彻底交出了底牌，所以别再对欧盟抱有期待了，因为从一开始这桌席就是美国摆的。当初让欧盟上桌是因为需要他帮忙消化家里的过剩产能，现在把欧盟写进菜单是因为家里余粮也不多了，得把这块肥肉吃了补身子。欧盟的悲剧不在于这1-2年的失误，而在于他那个先天不足的基因。它不是一个有血性、靠自己奋力搏杀、想要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用于维系美国利益的卡特尔官僚。一言以蔽之，生于扶持，困于依赖。而且说实在的，人家欧盟可未必觉得痛苦，更未必想改变现状，指不定觉得彻底躺平、任人宰割、智障儿童快乐才多。
中国粮食产量高达 7.06 亿吨，是印度的2倍还多，而印度的耕地面积却比中国多出7亿亩，资源优势明显。然而，这个产量落后的国家却在国际市场上频频出手，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力量。反观中国，却成了最大买家之一。为什么粮食不如中国，人口却同样庞大的印度还能大举出口粮食？它到底靠的是什么？回望20世纪中叶的印度，很难想象今天这个世界粮食出口大国曾长期挣扎在饥荒的阴影下，却因为基础设施薄弱、政策失衡，再加上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一直未能真正摆脱粮食紧张的状况。尤其是在1960年代中期的连续2年干旱中，全国粮食产量锐减，政府不得不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来维持基本供给，甚至一度推行限量配给制度。彼时的印度，每人每天所能分得的粮食不到400克，饥饿几乎成了全国普遍的生存状态。粮食问题不仅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活，也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政局的不稳定。中国甚至在自身尚处于困顿时期时，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这样的雪中送炭，也足见当时印度粮食形势的严重。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印度政府开始意识到，仅靠进口和临时调配无法根治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推动农业现代化。1960年代末期，印度政府启动了被称作绿色革命的农业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是通过引进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大范围推广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效率。尤其是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绿色革命最先取得突破，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从那一刻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现代农业道路。不过，要真正扭转整个国家的粮食局面，仅靠技术更新还远远不够。印度政府在政策层面做出的调整更是关键所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农业投资重新被提上日程，财政支出逐步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特别是在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方面投入大幅增加。此外，政府着手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体系，设立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土地开发银行和地区农村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紧张问题。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也大大增强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到了1990年代初，印度农业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人口继续增长，耕地资源趋紧，加之第一轮绿色革命的红利逐渐消退，农业增速又开始放缓。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敏锐察觉到这一隐患，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战略构想。这一轮改革的重点除了继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外，更注重体制建设与全产业链联动。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农业科研机构的投资，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大学和推广站，鼓励农业人才深入一线，指导农民改进种植技术。同时还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财政、税收、技术等方式，引导农产品由初级形态向深加工转变，提高整体附加值。这不仅使印度摆脱了单一依靠初级农产品出口的路径，也提升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粮食产量的持续上升和内部供需的结构性改善，印度逐渐具备了对外出口的能力。从上世纪末开始，印度的大米、小麦出口稳步增长，出口目的地涵盖中东、非洲、南亚甚至欧洲。据统计，印度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稻米出口量前列，成为继泰国之后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如此，印度还积极将棉花、香料、豆类、蔬菜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出口规模逐年扩大，农业创汇能力显著增强。从当年被迫依赖进口、饥荒频发的粮食告急国，到如今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玩家，印度完成了一次跨度半个世纪的农业逆袭。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出口数据上移开，去看印度普通百姓的餐桌时，一个令人尴尬甚至沉重的现实随之浮出水面。这个每年出口上千万吨粮食的农业大国，却依旧有着数千万民众长期生活在饥饿线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印度至今仍是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2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儿童，发育迟缓、体重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有时候粮仓里堆满了谷物，但农村贫民窟里的人们却为了一顿饱饭而四处奔波。这种反差不仅让人追问，为何一个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出口日益壮大的国家，依旧无法喂饱自己的每一个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粮食总量的不足，而在于分配机制的失衡与结构性的漏洞。印度的粮食分配体系长期依赖公共分配系统，这是一个政府主导、依靠定点发放粮食补贴的系统。理论上讲，它覆盖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为其提供基本的口粮保障。
但现实中，这个系统一直存在效率低、腐败多、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拿不到配给，而中间环节的粮食却被层层侵吞，甚至流入黑市。即便粮食本身充足，也难以精准地送达到每一个饥饿的胃口。除了制度漏洞，城乡差距与区域不均也在持续拉大印度的隐性饥饿问题。绿色革命虽然提升了总产量，但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几个邦，如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水利条件好，政府扶持力度大。而像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等东部和中部邦，由于地理条件差，投资薄弱，粮食生产能力一直较低，民众对政府粮食补贴的依赖程度更高，生活风险也更大。这种区域性的农业发展不平衡，使得有粮却饿人的现象在印度变得常态化。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业成就背后的结构性贫困。印度大多数农民是小农户，土地细碎，经营规模有限，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遇上气候异常、病虫害或市场价格波动，收入便大幅缩水，生活极易陷入困顿。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机会匮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往往又因为缺乏技能与社会保障而沦为城市平民，继续在饥饿与贫困的边缘徘徊。更深层的原因还涉及到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种姓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公。底层民众，尤其是贱民群体，在教育、医疗、土地等资源上始终处于边缘，缺乏通过自我发展摆脱贫困的通道。他们即便生活在粮食主产区，也可能因为社会身份的限制而难以获得公平的分配和政策扶持。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印度农业成就无法惠及全民的又一道隐形屏障。与此同时，粮食市场的资本化趋势也加剧了这一矛盾。在印度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型粮食贸易商、跨国出口公司和本土资本逐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流通和定价权。与其说国家选择出口，不如说是资本在推动出口。对这些掌握物流、收储、渠道和金融杠杆的大资本而言，粮食出口利润更高，回款更快，风险更可控。与其费心在国内低价销售，不如将优质农产品直接推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国际粮价上涨或政府出台出口补贴政策时，资本更倾向于将大量粮食集中出口，而不是留下来满足本国的基本民生需求。因此，尽管印度的农业生产在数字层面实现了巨大跨越，但要真正解决全民温饱的问题，仅靠产量增长远远不够。只有当这些结构性问题被正视并逐步破解，当粮食真正能走进贫民窟的锅里，而不是停留在出口报表中，印度才能真正告别饥饿。让每一位农民不仅能种出粮食，还能吃饱饭；让每一位孩子不仅能进学校，还能有营养的成长。这才是印度农业崛起的最终价值，也是这个14亿人口大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